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刘海可以总是这么整齐，其中一个诀窍就是用这种饭店送的免费的扁梳子。Anyway，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前一阵子我分享了10样你可以马上断舍离的物品的影片，那后来就有一个滴粉私讯问我一个我觉得是蛮多人在断舍离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那我就想说今天借这个机会用一个简短的影片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这个滴粉的问题是这个样子。总之，他问的就是有符合怦然心动，但是理性上又应该丢掉的东西要怎么样处理。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先说一下我对于怦然心动整理术的看法。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用怦然心动整理术的原则来断舍离，实在太过于精简了。因为喜欢不一定要拥有。我并不是想要抨击近藤麻里惠啦，事实上我自己也是很常使用怦然心动的原则来断舍离。但是我发现，当我只专注在这个东西我喜不喜欢，我会有太多的借口。就是我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来说，我这个东西有让我多心动、多开心，所以我可能会留下很多我喜欢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用它。另外，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要提醒你，就是近藤麻里惠她并不是极简主义者，她自己也有在一个部落格上面的文章，标题就写说 KonMari is not minimalism。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今天当你在断舍离的时候，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跟近藤麻里惠一样，身边都只围绕着自己很喜欢的东西，那专注在他的怦然心动原则，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但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个比较极简的生活方式，想要进一步的简化你的生活，那你就可以听听看我接下来会怎么样处理这个滴粉提到的东西。首先就是那些占空间的冬季衣服。我个人是会留下来的啦，但是呢，我都会问问自己有没有最大化这个物品的使用频率。我会试着问自己是不是每个季节到了都有在穿它，然后近期是不是有要出差或者是旅行会穿到这些冬季的衣服。如果这些衣服我每年都有在穿，那我觉得留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每一件穿的频率都没有很高，那我就会考虑只留下那种1、2件我最喜欢的、最常穿的。而那些特殊场合的衣服，像是什么隆重的外套或者是洋装，穿的几率可能就是3、5年才发生一次吧。我自己也有那种1、2件是我最近也在考虑要断舍离的，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在穿它，我就会想想看，到时候遇到特殊场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案可以代替，比如说用租的、用借的，甚至是用一件我平常也会穿的比较夸张的衣服来一物多用。最后他提到会占空间但看了很爽的 Mac 全系列盒子，我是不知道那些盒子对这个滴粉的意义啦，但是我是他的话就会把它们断舍离。我在断舍离的时候，除了会关注使用频率之外，我还会问自己物品是否发挥它的实际的用处。比如椅子的用处就是拿来坐的，然后电话就是拿来跟人家沟通的，一幅画、一件艺术品、一件很有设计感的家具就是用来被欣赏的。那 Mac 盒子的用处就是拿来装东西的嘛。那现在我们又没有拿那些盒子来装东西，同时也没有真的像观赏一件艺术品那样子每天欣赏，那我觉得留着的意义就没有很大。除非你做一些改变，那些盒子变成家里的某种艺术品，每个人看了都觉得赏心悦目，那我觉得就另当别论。最后呢，我就来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啦。1、喜欢不一定要拥有。2、在决定物品要不要留下来之前，先问自己物品是不是有最大化它的使用频率跟用处。那以上就是我的想法，但是要不要留下什么东西，决定还是在你啦。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观点给你参考一下。今天就这样啦，我们下次见，拜。